這個位置沒有爭議，誰來都搶不走。今天這期我們要聊養活了整個日本动漫產業的昭和四天王，最後一個還不是人類。歡迎收看 ThinkBeast 的日本昭和系列，我是惡童。很多二次元迷一提到日本動漫，腦子裡第一個蹦出來的畫面不是什麼火影忍者，也不是哆啦 A 夢，而是一台紫色的戰鬥機甲，一個站在廢墟裡和十字架下面，看上去既很脆弱又像救世主的少年，還有那種你一聽就感觉特別熟悉的音樂。很多人認為日本動漫在全球變得強大和深入人心是從新世紀福音戰士開始的。2021年在系列收官時，新世紀福音戰士已經上線了240多個國家和地區。它不是一部动畫，它是一台持續20多年的情緒機器。這還要從一個男人說起。我們回到1995年，全日本還在泡沫破裂後的餘震裡掙扎，一個叫安野秀明的天才男人突然從天而降，帶着一群偏執的創作者，用破碎的意識流、壓抑的少年獨白、偏執的畫面美學，把全球二次元市场給掀翻了。あのアニメの生みの親だ。20年前、テレビアニメとして放送され、人気に火がつき、その後幾度も映画化され。但真相真的是這樣嗎？其實這一條線在昭和時代就已經埋下了。想要明白日本動漫是怎麼靠筆和想象力養活了幾乎半個日本，我們不能只盯着1995年以後的結果，我們得順着這條線往回找。真正撐起一個行業的，從來不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是這部作品有沒有把觀眾真正的需求反映在商業結構裡。昭和動漫產業最牛的地方，不是出了多少大師，是非常巧合的，就有那麼幾個人分別佔了精神世界和商業社會裡最值錢的那幾塊地方。一位佔了少年戰鬥的升級欲，一位佔了大眾的情緒欲，另一位佔了文化名片。但我們必須都從安野秀明說起，他不在昭和四天王裡，但他適合做開場。為什麼？因為安野秀明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是被昭和那套特攝、機甲、同人、動畫工業一口一口飯餵出來的超級變異體。粉絲如果去看他的歷程，會發現他是一個從阿宅轉變成生產者的極端教科書。高中時候玩8毫米的攝像機，自己拍英雄片和怪獸片；大學混同人圈，參與 Zycom 系列；再往後混到了超時空要塞、分之谷這種職場。最後和山賀博之、赤井孝美這些人一起做了 Gainax， 而 Gainax 成立的目標是做從現在來看都有非凡意義的王力宇宙軍。你仔細想，這件事本身就很離譜。一群懂奧特曼的粉絲不滿足買模型、看動畫、參加展會，他們要自己開公司拍動漫，把自己變成產業本身。這種創業今天聽起來都很猛，在80年代更是離譜中的離譜。所以作為安野秀明的引路人終於來了。回到昭和年代，四天王裡第一個必須要站出來的就是剛剛去世的鳥山明老師。突然の訃報でした。ドラゴンボールやドクタースランプなどの大ヒット作品を世に送り出した。這個位置沒有爭議，誰來都搶不走。在80年代的商業環境裡，鳥山明早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漫畫家，他幾乎就是一台國家級的內容產品發動機。他把一件特別私人的事兒做成了全球最通用的情緒貨幣，就是我還不夠強，我要變得更強。青少年的戰鬥升級欲這件事兒對少年最有殺傷力，其實對成年人也同樣的有效。龍珠裡經典的戰鬥力數值、變身超級賽亞人和那種極簡但非常力量感的動作分鏡，本質上是把複雜的人生成長做成了現代神話，不斷訓練，不斷升級，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個時代的人生語言。光鳥山明一個人就撐起了少年 Jump 的銷量巔峰，也撐起了萬代模型帝國的整個生意地盤。1981年阿拉蕾開播，播了5年大熱。1986年龍珠開播，播了10年還是超級大熱。到了1989年，鳥山明一年的納稅額就是幾億日元，按照昭和的稅率去算，估計當時他一年的收入可以買好幾棟銀座的寫字樓。鳥山明證明了一個角色、一種戰鬥邏輯、一套不斷升級的敘事，完全可以支撐動畫、遊戲、海外傳播、持續授權。用一個人的技術壟斷帶來了全球規模效應。他不是最文藝的，也不是最哲學的，但鳥山明卻是四天王裡最像全球發動機的那一個。如果說鳥山明在向全球擴張，那麼第二天王他精準收割了日本國民的日常情緒，他在整個行業結構裡的作用非常重要。
他告訴觀眾，一個內容產業不能只靠男孩打架來活着，真正能長期養活市場的是每天都能被消費的情緒。而且它不只有一部神作，它更像一台穩定產出的機器。他是誰？那就是高橋留美子。鳥山明的戰鬥作品能爆能衝，帶來血脈噴張的爽感，但高橋留美子的作品更像空氣，這恰恰是很多喜歡講產業爆款的從業者最容易忽視的地方。他的福星小子從1978年開始，荒誕、戀愛、搞笑和荷爾蒙混合，相聚一刻從1980年開始，更加的生活化，更加的成人化。亂碼1/2從1987年開始，身份錯位、性別錯亂、武術、喜劇全部揉了進去。這些作品氣質還都不一樣。高橋留美子不只會畫一種東西，她在不同的受眾裡反覆證明，你只要足夠懂人性、懂愛美、懂追逐、懂相處、懂日常那些微小的快樂，粉絲就會為你一直掏錢。而且他改寫了內容工業裡誰才是主力消費者的现象。动漫不只服我單一的男性少年，不只靠机甲、戰鬥、升級來維持粘性，只要角色關係貼合，只要情緒到位，搞笑浪漫互相咬合，就可以讓女性觀眾、情侶觀眾、混合觀眾、合家歡觀众都能被捲進來，讓不同圈層的人在這個日常體系裡找到各自的入口。這種受眾面的擴張對內容產業非常重要，所以高橋留美子養活了一個龐大的日常型市场。日本動漫產業之所以穩定強大，它不光是因為每年都能出一個龍珠，而是因為它同時擁有高橋留美子這樣的創作者，持續生產輕而不淺、重而不熟的內容，讓整個市場一直有穩定的大眾基盤。它解決了怎麼讓行業每天都有飯吃，這兩件事兒缺一個都不行。所以高橋留美子老師不是最鋒利的，但他是最會養市場的。好，到了第3天王宮崎駿老爺子，這個位子不是因為他地位太高所以不能不提，是因為前面2位還停留在內容很厲害很能賣的層面，但宮崎駿解決的是更高級的問題。動畫到底能不能被主流社會尊重，這件事兒很重要。一個國家如果想靠某個文化產業活着，這個產業就不能只是日常娛樂，也不能只是阿宅自己的老家，它必須有一天走進家庭，走進電影院，走進主流媒體的討論，走進國家文化自豪感。宮崎駿就是讓動漫在昭和時期從一種快消娛樂逐漸轉變成國家級的文化資產，甚至變成了一種全球文化信仰。當時的吉卜力，宮崎駿負責制造文化，铃木敏夫負責給這個文化貼上標籤價格。1988年，龍貓上映，作品口碑慢慢發酵，但真正把吉卜力養起來的關鍵，反而是後面龍貓周邊的爆發。吉卜力自己都承認，龍貓最大的收穫不是首輪票房，是2年後才推出的毛绒玩具。這個商品化原本其實不在電影制作的計劃裡，是玩具廠商自動找上門，結果一推就大賣了。後來吉卜力明確說，正是靠龍貓周邊，他們才能把電影的制作費給補齊了。據說當時龍猫光1年的周邊商品版權足夠養幾個中型公司，但宮崎駿依舊堅持電影作品先行，就算周邊掙錢也要延後、延後再延後。因為他要把作品的纯度、情緒、畫面、世界觀、人文思考做到極致，做到最高標準。正是因為這樣，大眾才會把吉卜力的作品推到國家文化名片的地步。當一個國家的動漫能夠被擺進盧浮宮或者藝術館，這個產業就不再是畫廊，是國家最頂級的文化資產。緊接着1989年的《魔女宅急便》上映，這是吉卜力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成功，264萬人走进電影院，是當年日本本土電影票房第1。但《魔女宅急便》的大賣直接觸發了吉卜力內部關於公司未来的嚴肅討論，核心問題有2個：第一，工作人員待遇和新人培養。宮崎駿提出，員工要固定工資，要提高待遇，同时还要建立定期的新人招聘和培養制度。这已经不是創作層面了，這是行業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宮崎駿不只拍出了世界級的作品，他某種程度上逼着當時昭和時代追求快錢的日本動漫行業必須思考，要開始養團隊、養制度、養未來。這個價值非常之大。宮老爺子讓動畫這個東西從邊緣和娛樂徹底進入了國家正統。好，最後到了昭和第4天王，他不是一個活人，不是像前面那3位是有血有肉的大師，他是一台已經活了40多年的虛擬機甲。準確的說，他是一個角色，但卻是日本動漫全產業鏈最完整的商業閉環。他的名字叫大家都知道的高達。高達的創作者富野由悠季拍的不是《機器人英雄傳》，
它是把戰爭政治、階級技術和人類進化焦慮全部塞進了一台鋼鐵機器人裡。1979年，機動戰士高達橫空出世，從0079到80年代的 Z 高達、ZZ 高達，再到1988年的逆襲的夏亞，是富野一點點搭出來的。它不光是一套宇宙故事，它更是一套邏輯嚴密、帶着某種冷酷現實感的工業世界。高達世界的設定、機體的高度、重量、推力、裝甲材料、武器配置全部寫得一本正经，像真的有這麼一家公司，這麼一家机器人部隊，這麼一套后勤体系在運作。這種偽科學背書，精準擊中了大量男性觀眾和粉絲對於機械參數和精密工業的迷戀。當機器人可以被量產，可以分型號，可以分陣營，可以不斷升級迭代，它就天然適合被做成商品模型，適合被收藏，適合被反复购买。高達真正发明的不只是一個故事系列，它是一種用戶永遠買不完的消費邏輯。公開口徑顯示，全球累計出貨的高達模型已經超過 1.8 億器件。在萬代南夢宮今年的 IP 業績裡，高達系列的年銷售規模達到了1457億。它早就不是一個很成功的動畫，它是反過來養活了模型、零售、遊戲、展覽、聯名和整條製造鏈。如果說前面3位大師分別養活的是少年熱血大眾情緒和國家文化，那高達養活的是最硬核、最冷酷的那部分工業现實。它告訴全世界，真正值錢的從來不只是想象力本身，而是你能不能把這種想象力做成參數化的設定、標準化的產品、全球化的銷售，以及一代又一代觀眾願意不斷續費的實體商品。當然，在這4天王之外，昭和時代還留下了極端異類，比如大友克洋。1988年，大友克洋用不計成本的11億日元制作了《阿基拉》。在商業上，這部電影回本極慢，但它用來告訴全球市場，日本動漫文化領域的重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超越了人類想象的極限。它為後來日本動漫換回了整整30年的降維打擊紅利。現在的日本動漫依然在消費那個時代留下的技術紅利和審美遺產，因為他們在那個最癲狂的10年裡完成了一場偉大的資產轉換。他們用溢出的日元換回了全球最頂級的動畫技術。更重要的是，昭和時代打出了日本動漫行業4個不可撼動的天王。這裡是 Cinebits，帶你看透商業的背後。我們下期見。